各位球友，大家好。乒乓球的底板主流结构是5+2，这个5指的是5层木，2指的是2层纤维。我们根据纤维的不同位置，可以把底板分为外置结构和内置结构两种。所谓的外置结构就是纤维夹在面材和立材之间，内置结构就是纤维夹在立材和大芯之间。这个纤维位置的不同，会带给底板不同的性能。这节课我们聊一聊内置结构和外置结构现阶段的特点，以及你到底适合外置还是适合内置。其实现在的内置底板和外置底板的差异已经远不如前几年二者的差异那么明显。我先说一说内置和外置结构的各自特点。最早其实外置结构是主流，就是大多数的底板都采用的是外置结构。外置结构的主要特点，借力好，速度快，发力门槛相对较低。那么它的缺点，因为纤维偏外，所以它的底劲儿从理论上来讲普遍不如内置。那么内置底板因为纤维更靠里，所以说你中小力量下的手感在传统的内置里边更像是一种纯木的感觉，因为你打不到纤维，所以说手感比较清晰稳定，旋转比较强。那么发力以后，它普遍比外置底板的底劲儿要大。其实内置底板的优点是很多的，但是它最主要的缺点就是发力门槛较高，中小力量下偏纯木的手感，有时候你感觉这底板比较肉。那么你在突然发上力之后，由于它这个整个不够线性你一下打到纤维层，它这个力量呢又比较突兀的会出现，所以说这是内置底板最主要的问题。其实内置和外置结构并没有谁好谁坏，你只要知道二者的特点之后，根据你的打法进行选择就好。那么最近来看，其实内置和外置有点同质化。我讲讲什么意思就是说在5年或者10年之前，普遍都是外置底板。当时的外置底板，你比如说张继科用的维斯卡利亚，那这底板呢，当时是属于发力门槛比较高。为什么很多人打这个老维斯？你就说这个手感发木，就是你发力不好的时候，你确实会感觉维斯的形变是比较差的。我当然指的是老维斯。那么随着蝴蝶近几年越来越软，其实说维斯正手发木这种观点已经越来越少了。你现在再说它木，再说它硬弹，基本上可以考虑就是是不是水平不行，发力不太好。正常来说，已经比原来这种木手感不清晰过于扎实，过于硬挺其实已经强了很多了。我说的意思就是外置底板现在越做越通透，没有原来的那种生硬不太好控制。而内置底板现在你看一看主流的，你像968，其实也是越来越通透，发力门槛越来越低，而且借力越来越好。包括现在队员的，你像新出的什么968-6 968-8这种，都是把大芯加厚了，让它的速度更快。其实这个外置的感觉越来越像内置，这个内置的感觉呢也越来越像外置。你再比如说斯里卡这个金标45，你说它就是外置，它是弧圈板是快攻板，是偏快还是偏弧？其实它是偏弧圈，速度是比较慢的，它比很多的内置底板速度都要慢。包括你像张继科 ALC、樊振东 ALC 这类底板，虽然它是外置，但是它并不是以速度见长，实际很多时候更像是内置的这种感觉。当你打球拍多了之后，你会发现现在市场这个内置外置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你就不能够单纯的看这板是外置的，那肯定很弹，这是内置的，我估计挺稳，但是挺肉。其实你这个观点放在现在这个内置外置市场上已经不成立了。就像我刚才讲的，随着内置和外置同质化越来越严重，我们在选择球拍的时候就不能用老的观点去衡量现在的器材。所以说不能说当键盘侠，你也不能凭空去想象内置和外置的特点就放到不同球拍上来。好了，关于乒乓球底板外置和内置的现状就给大家分析到这儿，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